所以更多的大宗商品挂钩人民币，在石油、电力等更多的领域都采取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计价，将会成为未来的大趋势。各个资源国拿着足够的人民币，就可以得到支撑国内生产的工业品、支撑民生的生活品，以及锚定在全球工业品之上的具有增值空间的中国资产。稳定增值的资产是可以把资本变成产品的转换器。我多次讲过资本市场的这个水和米的煮粥理论就是资本只是水，只有制造业才会把水变成资产这个米，粥才会因此变得浓稠，资本才会不断的转化成资产。这种以增加了商品或者提高了生产效率的方式实现的增值，才是真正的增值。靠两个大公司互相投个1800亿，把市值炒高，像甲骨文或者英伟达那样，其实只是一种泡沫游戏，并不会增加财富。这一点各个国家投资者心知肚明。这也是我一直都不看好美元挂钩的稳定币这个操作的原因，因为稳定币只解决了让更多人现在用美元的这个短期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货币稳定币是解决不了没有货的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币长期到底能换什么，甚至换不换得到东西的这个问题都没有被解决。美国自己都没有货，一旦资源国都采用人民币结算，实际上我们就不会需要用美元来换原材料了，那么资源国也不用美元来换工业品了，那美元本身就换不到东西了，它的影子货币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知识框架最大的价值不是告诉你哪个票哪个板比较好，而是让你看清楚哪些叫机会，哪些叫做局。如果未来人民币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那么美元和稳定币就会不断的加剧目前的投机属性，这就正合了我们的心意了呀。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警惕作为金融货币的投机性造成的汇率剧烈波动的这个现象的。大家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指标时一定要注意人民币结算绝大部分是商品贸易结算，而不是金融结算。金融结算的规模可比实物贸易的货币使用的规模大得多，一般有10倍甚至更多。理想点说呢，我们没有必要取代美元一直承担着的金融货币的投机功能。人民币要是主要用于贸易和定价，就是收益最高、成本最低的国际化的状态。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美元指数继续随着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而走弱，那想必美元的使用可能会发生一个抛物线式的趋势，就是全球急着把储备的美元花出去，会导致短期内使用的提升。但是各国储备美元降低到一个比较合意的水平以后，就会在下降后的低水平上达成一个新的平衡。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1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就长时间的稳定在了3.2万亿美元的水平上，而其中美债的占比还在持续的走低，今年只占我国外储的22%，持仓的规模较2013年降低了42%。可我们的外贸规模可没有降低这么多，就在说明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用资源直接换取我们出口的商品，而全球各央行最近持续的大规模的增加黄金储备，其实就是在花美元呢。于是美元指数现在和黄金几乎就是一个跷跷板一样的关系了。各家华尔街机构哪里是在疯狂的看涨小黄鱼，实际上是在以实际行动在看衰美元呢。而回过头来看，全球当年为啥都接受美元打白条，拿走自己家原材料和我们的工业品呢？还不是因为所向披靡的美军吗？那如今怎么又觉得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了呢？还不是有新的所向披靡的大哥了吗？所以如果你能看清这样一个框架，9月4号你是不是就不会急割了？那么从这个角度再来说，我们要求必和必拓以人民币交易铁矿石，和美国去为难委内瑞拉召集军方搞效忠测试，是不是就能连上了？根子就在于要尽量延缓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转向人民币的速度。如果保不住全部大宗商品计价，也要保住石油来给美元续命而已。所以在巨大的变革之中，扎实的理论框架比盲目的去敬畏所谓的短期波动的规律要重要得多。今天就到这里，这么长都看完啦，关注一下吧。